OK，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莎莎 Sharky， 非常感谢你的喜欢，希望你可以睡个好觉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《彼得在蓝莓王国》。然后大家困了，就可以准备睡了。开始。一天清晨，彼得拿着2个小篮子来到了森林，想摘一篮红莓，一篮蓝莓，给妈妈做生日礼物，让她开心。可是哪儿才有莓果呢？小彼得一个莓果也没有找到，只好继续往森林里走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深。最后他坐在了一个树桩上，哭了起来。突然他感到有谁轻轻地敲了一下他的鞋。别难过，小彼得，一个声音说。哦，有一个小老头，他真的很小，只有苹果那么大。我是蓝莓地的国王，我会告诉你它们长在哪儿的。小彼得已经惊讶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小老头又一次用他的蓝色小魔杖轻轻地敲了敲彼得的鞋子，接着小彼得竟然变得和小老头一样小。瞧，他看见了什么？石楠花丛变成了灌木丛，草和长毛一样高，小野花像皇冠那么大，篮子变大，大到彼得无法搬动。于是蓝莓王吹哨找来2只松鼠，他们把篮子向后一甩，背到背上，一跃就不见了踪影。他们走在长满蕨菜的路上，竟像在穿过棕树林，真是太神奇了，太有趣了。小彼得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头盔一样大的箱子，他遇见一只蜘蛛，小彼得觉得他惹怒了那只蜘蛛，尽管他已经尽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友善了。我们到了，蓝莓王高兴地说。这是一片果树林。小彼得激动地说道：啊，蓝苹果！哎呀，傻孩子，蓝莓王笑着说，这就是蓝莓呀。好了，先来见见我的儿子们，你们一定会成为朋友的。7个可爱的小男孩就站在那里，衣服上布满了深蓝色的果汁，他们一定又拿蓝莓当球玩了。他叫彼得，是来摘蓝莓的，蓝莓王说。孩子们，让他见识一下蓝莓的采摘速度吧。男孩们飞快地爬上树，一边吃熟透的蓝莓，一边摘下蓝莓，放进篮子里。小彼得没忍住，也吃了起来。很快，篮子就装满了。男孩们跑过来，围绕在彼得身边，开心地喊道：玩耍时刻到，彼得，我们一起玩。哇，树皮帆船！他们大方地同意由彼得来掌舵。微风鼓起了帆船帆，往睡莲头后方走去。蜻蜓往后飞，清凉的碧水也就往后流。小彼得把摘莓果这件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。突然，一个蓝莓男孩喊道：彼得，快，我
我们得立刻去红梅夫人那儿，她正等着你去摘红梅呢。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订好船，然后好好打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，手上黏糊糊的果汁儿也洗掉了。蓝莓树下，8只棕色的小老鼠已经等在那里。它们一坐好，小老鼠们就飞奔着出发了。它们飞快地跑过那条阳光透过树叶在地面上洒满了星星的路，穿过百里香地、苔藓地，一路上彼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。终于他们到了。他们到了一块不大的空地上，一栋红梅树枝建的农舍，这就是红梅夫人的家。屋外暖暖的阳光下，红梅夫人和她的5个女儿正在擦洗红梅。他们要把最亮最红的梅果放进锅里和蜂蜜一起熬煮。彼得，姑娘们热情地和小彼得打招呼。红梅夫人却提醒彼得说，摘红梅时你一定要小心一些。红梅夫人看起来有些严厉，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看，姑娘们已经开始摘红梅了。2个好奇的小瓢虫过来看热闹，于是姑娘们对他们轻轻地哼唱起来。瓢虫瓢虫快回家，你们快睡觉。帮彼得摘完红梅，孩子们一起玩耍。他们轮流在蜘蛛网上荡秋千。一只小蟋蟀唱起歌，3位红梅小姑娘立刻加入，跟着合唱了起来。红梅夫人按响了饭铃，黄蝴蝶、蚂蚁、蜜蜂、客人们都带着孩子们赶了过来。美味多汁的蜂蜜让大家都吃撑了。彼得只吃了2口，也已经撑得再也吃不下了。该回家了，小彼得真诚地谢过红梅夫人和她的女儿们，跟他们道了别。彼得的篮子太重了，大家一起努力，终于把他们搬上了车。接着他们把老鼠套到车上，便出发了。虽然还没有来时快，但是当他们的车从2只蜗牛身边经过时，还是让蜗牛们嫉妒得发狂。到家时，蓝莓王正等着，他对着老鼠们下令说，把彼得带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晚点再走吧，蓝莓男孩们和彼得一起恳求着。再玩一会儿吧，就一会儿。蓝莓王笑着摇了摇头，说，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妈妈会担心的，你可以改天再来。再见，一定要再来啊，别让我们等太久。当彼得再一次坐上车时，男孩们纷纷和他告别。突然，一个急刹车，彼得停了下来。他又回到了树桩上，没有蓝莓王，没有蓝莓男孩，甚至一根老鼠胡须都没有。我是做梦了？彼得自言自语道。然而他低下头时，却发现2个篮子，里面都装满了莓果，一篮蓝莓，一篮红莓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回家后，彼得给妈妈画了一张生日贺卡，请她的姐姐帮忙写上祝福语。他
还摘了鲜花给妈妈。他把鲜花放在装满莓果的篮子旁边。那天妈妈高兴极了，说那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。这么多莓果，你是从哪儿摘的？妈妈问。彼得笑着摇了摇头，什么也没说，因为那是他和蓝莓地王国之间的秘密。